酸。你出去。所以说，明明是跟咖啡店用的一样的咖啡豆，为什么在家里做出来就又酸又苦呢？刚从咖啡店买来的咖啡豆，究竟应该怎么样调节磨豆机的参数呢？这期视频就由 Steve 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影响咖啡口味的几个变量，以及如何调节磨豆机。本期视频干货很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ely。这一期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根据你得到的 espresso 的口味来调整你的 espresso。我们平时都是用意式咖啡机来做 espresso， 那么意式咖啡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？通过高温和高压，一般来说是9 bar 的一个压力，通过一个非常暴力的萃取来把咖啡中的味道给提取出来。做意式咖啡你需要的工具有意式咖啡机，然后一台磨豆机，最好还能有一个秤，你可以称你的咖啡粉和你咖啡萃取的液体，然后有一个计时器。咖啡的基本口味我们把它分为4种：甜、酸、苦和 body 叫醇厚度。那么甜呢，不是你真的像咖啡加了糖的那种甜味，而是一种平时喝一个手冲，喝完以后你再喝一口热水，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甜味。酸，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不喜欢酸，但是其实一种比较优质的酸，它不是让你觉得很难受的酸，它是一种果酸，柑橘类的，比如说有橙子味、菠萝，还有苹果、蔓越莓口味的一种酸。然后是苦，当然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苦，对吧？ Body醇厚度，醇厚度有点像是你喝全脂牛奶和你喝脱脂牛奶的区别。脱脂牛奶喝起来很淡，它就像水一样，但全脂牛奶你就可以，因为它有更多的油脂在里面，所以它喝起来会更醇厚。好，那么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，比如说你有一个磨豆机和一个意式咖啡机，那么你的粉碗如果比如说是18克的话，你磨好18克粉放到粉碗里，然后你放到意式咖啡机上开始萃取。这时候你发现你的咖啡速度的流速特别快，像水龙头的水一样，那么这时候你应该把你的磨往细调，让它的流速更慢一点。那么如果你的流速特别慢，比如说到了6、7秒都还没有出来，或者说它的流速就一滴慢慢一点的往下，实在是太慢的话，那么你需要把你的磨调粗一点。那么这个原理就有点像是你想想石头和沙子，如果你的粉碗里面装的都是石头，那么石头和石头中间的缝隙特别大，水可以穿过它流下来，就会流得更快。如果都是沙子的话，沙子之间没有什么缝隙，那么水下来的自然也就慢了。这时候我要说清楚一下开始时间，我们所说的 espresso 的开始时间是以你按下你意式咖啡机开始萃取的按钮来计算，而不是第一滴液体滴到杯里开始计算。那么我们现在说说过度萃取和萃取不足会给咖啡带来什么样的风味。萃取不足的话呢，你会尝到咖啡里有一种很刺激的酸味儿，然后它会喝起来很淡，没有什么醇厚度，甚至有时候你还会喝到很咸的味道，或者是我还曾经喝到过油漆味儿，还有一些脂的味道。那么过度萃取会有什么味道呢？过度萃取的话，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一杯咖啡特别的苦，而且是那种苦涩、很涩的味道，而且很干，缺少了咖啡应有的层次和复杂度，会有一种很刺激的感觉，就像是你喝一口以后就会。萃取 espresso 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说3个变量，第一个是你咖啡粉的粗细，第二个是咖啡粉的多少，第3个是用水的多少。先说第一个咖啡粉的粗细，我们今天所有的例子都用18克咖啡粉25秒萃取得到36克来进行举例。当你得到了你的第一杯 espresso， 你尝了一下，觉得你的咖啡特别的酸，喝起来很淡的话，那么你一定是萃取不足。这时候你需要调细你的磨，让你的咖啡得到更多的甜味和层次感，但是同时也会给你的咖啡带来更多的苦和涩味。那么当你18克粉25秒36克，你得到了一杯尝起来非常苦的咖啡，很涩，像是过度萃取的话，那么你应该把你的磨再调粗一点，这样会给你更多的一些高质量的果酸味，所以让你的苦不会那么的苦，整体趋向于更平衡。但是粗粉也会带来了一个萃取不足的效果，比如说你会尝起来很淡。我们现在来说说第二个点，就是咖啡粉的用量。如果我们18克的咖啡粉，我们多加了1克变成19克去萃取，会怎么样呢？你其实可能会得到一个更甜、更有质感，但是同时也会有比较多尖酸味的咖啡。那么如果18克粉
减1克变成17克去萃取会怎么样呢？你会得到一个醇厚度变低，喝起来很淡的一杯咖啡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19克的咖啡豆进去，用同样的时间萃取每一个很小的咖啡颗粒，它能够萃取的机会就变少了。所以你咖啡其实能萃取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多，然后在很短的时间萃取出来一个非常浓、非常少分量的咖啡。那么如果是17克粉进去，那么是不是分到每一颗小颗粒的萃取机会就会更多？那么所有的咖啡它都会有更多的萃取，那么结果可能就是你的醇厚度变低，就会尝起来非常的淡。第3个变量，水量。我们刚刚说的是18克粉萃取36克液体，对吗？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把水的用量放多一点，我们加2克变成38克液体，那么你会得到一杯更甜、香气更多，但是同时也会喝起来更干涩的咖啡，因为更多的水就表示它更多的萃取。那如果你减少水量，从36克变到34克的话，因为它的萃取变少，那么你会得到一杯醇厚度更高、果酸味更浓的一杯液体。然后要补充的一点是水的温度。我知道大部分的家用咖啡机是不可以调水的温度的，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带过。那么水的温度是如何影响 espresso 口味呢？其实就跟你平时做手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filter 咖啡一样，如果你把水温调高，你会萃取更多的咖啡的味道，但是坏处当然就是你会过萃，让咖啡变得很苦涩。那么如果水温过低的话呢，你会造成咖啡很淡，萃取不足，因为有很多的味道都是需要一个比较高的温度来萃取。那么一般来说，其实温度都会是在90到95度，根据你不同的咖啡豆有不同的要求。其实我今天说的所有的这些变量，大家都是相互影响的，可以通过自己在家里多实践来找到之间的原理，那么以后你调模就会反应更快。这个视频的干货非常多，建议大家反复看，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是没有想明白的地方可以暂停，好好思考思考。其实咖啡的口味，有些人喜欢偏酸的，有些人喜欢偏苦的，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调，没有说绝对的一杯 espresso 就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。其实就跟生活一样嘛，我们都是要从不同的变量中找到比较适合你的那个平衡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，同时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或者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，谢谢。